保罗独自夜钓，结果却被人勒死，还将尸体挂在鱼钩上沉入河中，被做成钓蟒的人饵。随后昆哥又剁下一只鱼头扔到尸体周围，随着血腥味散开，水下鱼群突然仓皇逃窜，随后一条巨蟒出现，直冲尸体而来。太让我上钩了！你要干嘛？别在我们的船上乱来！巨蟒被鱼钩挂住，昆哥奋力搅动起线器，想把巨蟒拉到船上，可这只巨蟒力大无穷，直接将昆哥拽入水中。巨蟒拖着昆哥横冲直撞，不一会儿就没了动静。就在大家都以为昆哥被巨蟒吞掉时，他却冒出水面，还迅速爬上小船，然后拿起一把叉子，紧紧盯着水下。巨蟒刚靠近小船，昆哥就凶猛刺下。巨蟒被叉子刺穿，可疼痛却再次将他激怒。下一秒，巨蟒就腾出水面，将昆哥死死缠在船上。他很快就将小船倒扣，并压入水中。不一会儿，水面就没了动静。大船上的人都被吓呆，以为昆哥已死。可不一会儿，他就爬上了大船。又让他跑了。没有人知道昆哥是如何水下逃生的，但随即身后就传来一阵嘶嘶声。有冇抽啊？冇啊！看到保罗的尸体，道长吓得转身就跑，巨蟒却已经记住他的味道，很快就追来船舱。昆哥赶紧拿起铁叉，不断做出攻击性动作，试图将巨蟒引去甲板上。可躲起来的大焦和小憨还是被巨蟒发现了。眼看猎物逃走，巨蟒立马蜷缩身体，将力量集中到头部，准备掀开船顶吃个痛快。结果他一头撞过去时，却被木板卡住脖子。昆哥赶紧甩出套绳，可就在昆哥即将成功时，蟒蛇的尾巴碰到汽油桶，大船瞬间起火，昆哥更是被炸入水中。即将到手的巨蟒很快就被烧死，船上的人迅速跳河，这才捡回一命。深水中危机四伏，他们只能跟着昆哥进入雨林，可陆地也不安全，僵尸呢很快被卷走，大家吓得不敢逗留此处。天一亮就抄近道下河，准备走浅滩穿过雨林，可谁知没走多远，道长又遭殃了。听见火烧岁月的声音，太他妈残忍了！人之东西，不也这样？大家迅速转移上岸，殊不知岸边就是巨蟒之母猩红娜迦的老巢。终于到达目的地，昆哥也不再掩饰，他立马拿出枪，让团长把其他人都绑了，并在他们身上抹上雄蟒的费洛蒙，企图引猩红娜迦出来。可前来赴约的却是另一条雌蟒。团长抓着一根绳子躲在不远处，想趁雌蟒进食时拉下网子。尽管不是猩红娜迦，别的雌蟒也值钱，可没想到一条雄蟒却在树上放风。网子突然落下，把大焦和小憨网住。雌蟒意识到危险，立马没入丛林。昆哥以为这次又失手了，殊不知那只雌蟒已经绕到他身后。大家都以为昆哥必死无疑，结果他却抽出短刀，直接割了雌蟒的头。随后他就在猩红娜迦的老巢上方布下密不可逃的钢丝阵，并一次性放下3个人饵，还把刚割掉的雌蟒头扔到3人脚边。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昆哥用绳网就想捕捉巨蟒之母，真是异想天开。
猩红那家嗜血残暴，侥幸存活的几人能否盲口求生，逃出恐怖的热带雨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由于版权问题，感兴趣的宝宝建议去看新上电影《狂蟒之灾》。我是小班，咱们下期见。